家好，我是露露。今天我们要插的作品是参考梵谷这幅《盛开的梅树》。这幅画的来历很有趣，它是梵谷临摹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广重的版画《归户梅屋铺》而来的。如果我们看广重的原版画，会发现它的颜色比梵谷的还要清透很多，少了大面积的红色，四周也没有那些装饰用的汉字。它最著名的特征是这棵像卧龙一样又黑又粗，直接挡在画面下方的大梅树。今天我想试着把广重的古和清透，还有梵谷的颜色结合在这个作品里。首先我选了这个琉璃蓝色的方瓶。为什么是蓝色呢？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广重的原画里，树干其实是灰黑色，但是梵谷在临摹的时候，他加进了很多深蓝色的笔触进去，让树干看起来更有情绪张力。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深蓝的瓶子来表现梵谷眼中的树干。我们先回到广重的构图来看，这张画里这棵形状很奇怪的树有一个很帅的名字，叫做卧龙梅，因为它长得像一条横卧在空中的龙。其实这种长相不是广重夸张，而是它真的会长成这样。我给大家看2张我在日本佐贺县的梅林拍到的照片，这些老梅树的树干真的就是这样子，扭来扭去，又黑又粗，很像横躺的龙。我在现场对这种充满力道的线条感到很震撼。梅树它新长出来的枝条虽然很修长，但是老干却非常苍劲有力，而且画中远方的布置跟从真实的梅林往远处看的非常相似。广重当年就是用特写把这种强烈的线条切出来。现在虽然是梅花上市的季节，但是我找不到适合这个花期比例的粗大梅枝，不是过于细瘦，不然就是太大而不当，所以我找了替代的方案——台杜鹃。它其实不是特殊的杜鹃品种，而是生长在海拔比较高、湿度又够的山区，树皮上附生了一层灰绿色的地衣或苔藓的野生杜鹃。这一层灰绿色的地衣让台杜鹃的枝干看起来有一种苍老的岁月感，很有个性。我觉得它的姿态很像古梅的缩小版，刚好用来呈现画中卧龙梅那一种被切断、很逼近眼前的力道。同时，我也利用台杜鹃细碎的叶片来带出梵谷的画中周边那些汉字的凌乱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至于画中绿色的草地，我用有一些穿透感的薄叶来表现，它的色调比较接近梵谷画中那种明显的绿色，而且薄的枝叶的可塑性很高，很好使用，稍微用手按揉之后就可以调整成我们想要的角度。接下来我们要下一个关键的颜色，黄色。大家如果看梵谷的画，在画面的正中间，也就是梅林的深处，他用了很多黄色的短笔触，这个在原本的广重的版画里是没有的。这一道黄色很像是梵谷帮这一座他没有去过的梅园打了一盏很梦幻的光。在我看来，广重的画虽然是很清透，但是它很写实，而梵谷正因为他没有去过日本的这个梅园，他画出来的反而是非写实的一种梦幻感，或者说是倾向感，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我们就用这个黄色的洋水仙来帮它打上这个感性的光。最后我们要来处理红色的部分。虽然在梵谷的画里面，背景是一整片红彤彤的天空，但是如果我们用一大把红花当背景的话，视觉上会太吵，太像是在过年了，反而会抢了蓝瓶还有枝条和水仙的戏份，主角太多了。所以我决定取舍一下，我们回到广重它所使用的淡色的渲染，只用一小枝红梅在中段点缀，有这个红色的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从侧边来看这支台杜鹃，会发现它其实是颇有长度的，只是因为镜头从正前方拍摄的时候会压缩它的深度，造成一种长度的错觉。其实它在现场看的那种破镜感，会比在镜头里面呈现的还要明确得多。今天主要着重在跟大家说明构图以及配色上的想法，虽然没有提到很多技巧，但是画面中其实有我固定枝条时用到的一些小手法，例如使用小木条增加固定的力道，以及在插水仙时使用竹签，给大家参考。希望这一集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新想法。今天就借由梅占一枝春的好意头，祝大家新春愉快。感谢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